等一下，陈助理早。郑秘书早。任何一个工作场合，总有办公室恋情的花朵盛开，有人视为熊掌，有人却当作砒霜。我没有办法理解，8个小时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人，当爱情的花凋谢了之后，该如何收拾余下的残枝败叶？或许有人可以若无其事，甚至享受那明里暗里涌动的暧昧，但是我却做不到。所以，我从来都把办公室的恋爱视作最愚蠢的事情。上帝却一再开了我的玩笑。眼睛特别迷人，看得我心里发颤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呀，就别犯花痴了。通常这个帅哥吧，一般都是有女朋友的。哎，你们说他有没有女朋友？我记得他手上好像有戴戒指。戒指？哎，戴在哪个手指头上？我想想啊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真的有戴呀！哎，你们看，哇，好帅啊！我梦中的白马王子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就是啊。周总让我把这个文件送给你，你要是确认过之后没有问题，你就在上面签字吧。我好交给技术开发部。请你转告周总，我会让技术开发部尽快处理。好的，您放心。郑秘书，你是不是把你的签字笔放在这儿了？对不起，陈助理，您记错了，我没有带签字笔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虽然这些沙拉只能吃1次，但是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带走呢。我就把我们213所有人的晚餐都交给你。黄瓜，
哈密瓜。喂，郑秘书，碎纸机又坏了。啊，我已经找维修部过去了，你稍等一下。喂，喂，郑秘书，郑秘书，郑秘书，喂，郑秘书，我跟你说了，马上就上来了。郑秘书，你不能亲自上来一趟吗？啊，陈助理，我刚才已经叫维修部的同事去看过了，他说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可现在偏偏又坏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亲自上来一趟，帮我把那些文件粉碎掉。好的。喂，可可。哎，那个陈助理的碎纸机坏了，你要不要过来帮他修一下？可以啊。好的，快来吧。薇姐，陈助理还是让你去。我的心是已经死了，虽然我胖了点，但是我是有尊严的人，再帅我也受不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拜北界的人都是独身主义者，我得多努力啊，我才能跟他终成眷属。怎么了？啊？郑秘书，你不知道投标文件不能够经过别人的手吗？陈助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下次不会了。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嘉苑大厦当年建成，在沪江地产界那也算是一个大事儿啊。如果我们星辰啊能够现在收购了它，那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。这么好的地段，这么实惠的价格，要不是我和他们老板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怎么可能把这机会给咱们星辰呢？真是天上掉馅饼啊！没错，依照嘉苑大厦这个地段，这种起价几乎就是个奇迹。奇迹不也是人创造的？怎么样？咱们俩创造这个奇迹？陈助理啊，你怎么看？董事长，从这个计划书上看，我觉得嘉苑大厦是个非常值得收购的项目，但是我建议还是要经过公司慎重的评估和审核才能做决定。陈助理，你刚回来不久，对这里情况可能还不太熟悉。像嘉苑大厦这样的项目，在业内那都是人见人抢的。要是我们不快刀斩乱麻的抢下这个地标项目，那就有可能失去这个机会啊！哪那么多时间评估啊、审核的呀？
董经理，我刚进公司不久，没有想冒犯您的意思，您别介意。老冯，项目评估是但凡项目收购都必须要走的一个流程，并不是特别针对嘉苑大厦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这样吧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好吧？老冯，有什么消息我随时通知你，好吧？老周，陈助理刚刚来公司不久，我觉得他的想法、他的能力上还都是不错的。你看这样怎么样？把嘉苑大厦这个项目给他试试，你呢多提点他的点儿。好的，玉董。好，你忙吧。人管。这是书包，好可爱呀！那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欢迎光临。冉冉来了。我呀，今天是为了这个小可爱来找你的。你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一杯咖啡，谢谢。猫啊，你看它多可爱呀！这小家伙待在我家门口一直不走。前2天下雨，我看它怪可怜的，我就收留它了，还给它洗了澡。正好，不是可以给你也做个伴吗？啊，这不是它哪儿算得上小和可爱啊？你看它长得灰不溜秋的，哇，眼神还这么阴险。不是软软，跟我作伴的就是这只丑猫啊。哪儿丑呀，挺可爱的呀，只是长得有点着急。过2天天冷了，它要是冻死了怎么办呀？那你干嘛不带回去收养？我也想啊，可是吴江他有洁癖，对猫毛又过敏，所以我已经给他打针了，他很健康的。况且我还想要孩子呢。你又有啦？啊，还没呢，但是我想要呀。这都过了1年了，也没有什么动静。您的咖啡。软软，其实很多人经过那件事情之后，都是可以正常当妈妈的，你不用太着急了。对了，是他着急着要孩子吗？不过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有这样的要求，倒也是挺正常的。不是啦，他没有急着要，只是我觉得，如果有个孩子可能会更好。那你就不用着急了呀。你看你现在这么年轻，多享受享受2人世界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什么2人世界啊？他的世界只有他的手术台，所以我就更想要个孩子了。这样，他可以一直陪着我，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他吗？那好吧，既然你都想要孩子了，那我就只能先暂时收养这只丑猫了。不过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希望它不会被饿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新来了一个助理。对啊。是姓陈吗？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说，那个陈姓助理是不是陈校长啊？微微，你是在演偶像剧吗？让偶像剧里的那些浪漫情节都见鬼去吧！你都不知道我一天有多失落、多难堪。也许别人不会明白，曾经一起走过了4年的人，曾经一起分享过彼此的快乐，都以为彼此是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人，现在每天都正襟危坐地出现在我面前，那些拥抱，还有那些最亲密的接触，都变成了握手，
还有那张说出过一辈子诺言的嘴。现在呢，也就只能带着礼貌性的微笑对我说：“郑秘书你好。”微微，就算你不选林静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掉进陈孝正的漩涡了。软软，你知道吗？当他突然出现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躲避月亮。小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只要走得足够的快，就一定可以把月亮甩掉的。可是不管你低头走了多久，当你抬头的时候，月亮还在。陈孝正就是那个月亮，不管我躲在哪儿，他都在那儿，逃不开也避不掉。这个傻瓜，世界上哪有逃不开、避不掉的人呀？只是你心里还不愿意放手吧。我已经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。现在才发现，它真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猫，它现在简直都可以当我男朋友了。知道吗？我只要一加班回家晚了，它把猫砂弄得到处都是，居然还尿到了地毯上。我听说猫特别怕橘子皮，我就把橘子皮放在床上，你猜它怎么着？它居然把尿给我尿到橘子皮上了，太过分了。可能是他也害怕孤单呢。也许吧。不过，既然他因为因缘巧合来到我身边，丑陋也好，吃肥也罢，我们还是朝夕相处吧。你放心吧，有了鼠宝，微微现在开心多了。多亏你了，谢谢。老样子，一杯美式。哟，老板娘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别叫我老板娘。是你们瞎呀，还是我瞎？我能找这样身材的老板娘吗？怎么，又想我了？谁想你啊？我是来喝咖啡的。看来郑秘书工作很闲啊，还有时间在这儿言偶相聚。你好，一杯咖啡。陈孝正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郑薇，你不是吧？你忘了这个人渣当年是怎么对你的了吗？你不会一头又扎进去了吧？哎呀，你小声点，别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问你，他凭什么回来？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助理，这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，你别闹了。郑秘书，我希望
你在下午上班之前，把你的私事解决好。石小正，我就看不惯他那副样子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就刚才那个人，以后他要再来，直接给我轰出去啊！知道了，徐总。哎，陈经理，王总，嘉源大厦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听周局说没什么问题了呀。你什么时候讨论啊？最近事情有点多，时间有点紧，你别担心。说嘛，哎，像嘉源大厦这样的项目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要是咱们再不抓点紧的话，那让别的房地产公司抢了先呢。嗯。哎，陈助理，既然咱这个项目肯定是通过了，那你们对收购嘉源大厦的底价是不是经过内部讨论啊？这事还没有。我懂。谢谢。王经理，明天见。哎呦，你看这投怀送抱的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什么开个玩笑？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？我尊敬您是领导，但是你不能做这么无耻的事情。怎么了？你还没完没了了啊？来公司不会不知道，当年我当项目经理的时候，周局不过是我一个技术员儿，我也没把你怎么着嘛，我就真教你点规矩，周局还能说我什么？这哪儿来的小丫头？这么大脾气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慌里慌张的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我昨天晚上一个人看韩剧，韩国人泡菜吃的太多了，得白血病的也很多，太惨了。以后少看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啊！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去开会。知道了。镜子里欲哭无泪的人是谁？当年威风凛凛的玉面小飞龙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，终于成了一条泥鳅。喂，郑秘书，我需要看一下去年工程2部的档案，可是档案部好像已经下班了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档案室肯定下班了。可我现在必须要看到。我要下班了。请你想想办法。
好的，请你等我一下。陈助理，我帮你开门。公司的档案都在这儿了，你想要什么自己找，我先走了。郑秘书，还是你帮我找吧，档案室我也不熟悉。好，你想要什么档案351号。614号。832。你要的档案都在这儿了。啊，麻烦你在这份借用登记表上签一下字。没关系，想签的时候再签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方德生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林经理，能不能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？周总，饭就不吃了吧？新的资金项目马上要介入了，质谱磨坊公司换商标的事儿，还需要您多多费心啊。林经理，你这话说的见外了。你们星贸公司投资我们星辰，咱们2家就是一家人。想考察什么项目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就是您再忙，也应该留下来吃个便饭的，要不然我会觉得很遗憾的。周总，并非我们不领你们这个情啊，实在是林经理家里有特殊情况，要不下次咱们有时间再聚聚吧。哎，薇薇，我听说郑秘书和林经理你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，对吗？嗯，你看看，这太巧了啊！有了这层关系，更应该坐在一块吃顿饭，抛开工作的事情不谈，一起叙叙旧也是应该的。林经理，也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不能忘记吃饭呀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再说了，我们是真心留客，若是你们不肯赏光的话，反倒显得我们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薇薇，我可能是没有这个面子，不知道能不能托你的福哦。周总，你这太严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恭敬不如从命。我们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。怎么了？家门口有个野猫，被它咬了一口。哦，要打针哦。一会儿就去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样知道你们之间关系的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是吗？
发小。哦，仅仅是发小。如果仅仅是发小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不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好了，先不说你们的事儿了。你也知道啊，他是星茂的项目经理，所有项目的评估都需要他来拍板。如果他肯上脸出来吃饭，就有话可以谈；如果他一直端着，恐怕就会有些小的麻烦。虽然说我周琦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他抓的，但是难保不会出一些小的差错。如果投资出了问题，如何向董事长交代？可是，师傅，就像您说的，我们没有收人一柄的地方，为什么要忌惮他呢？哪个公司没有几个烂摊子？他年纪不大，但是绝不简单。都到齐了吧？是这个房间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哟，好，欢迎林经理啊！基本上都认识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来，这位是冯总，这是林经理。你好，我特别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中坚力量，目前是助理总经理陈孝正。孝正，这位就是星茂的项目经理林静。你好，林经理。你好，陈助理。看样子比我年轻几岁，真是年轻有为。在林经理面前说年轻有为，岂不是让大家笑话？干嘛这么客气啊？跟我年纪相仿，以后叫我林静就好。啊，好了，别拉着手了，赶快入席吧。来，我提议大家举起自己的酒杯，咱们敬林经理一杯啊！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非常感激，谢谢大家，来，谢谢，干了，谢谢。坐吧。哎呀，今天说到底啊，林经理能光临，那不是我周琦的功劳，我没那么大面子。我得谢谢微微啊，还是微微的面子大，你得跟林经理喝一杯啊。他乡遇故知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你们俩从小就相识啊，这是多大的缘分。哎，喝饮料就行。小姑娘看似长大了，现在吃饭还掉饭粒儿，跟小时候一样，上不了台面。吃饭啊？吃啊！别说完你不敢吃了。从小追在我屁股后面说林静哥哥叫林静哥哥，如今叫林经理，
吃饭啊？来，我们再来一杯。来，干了啊！林经理，我也敬你一杯。今后的工作，还请多多指教。指教提不上，互相学习嘛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林经理，不能这样啊，这不公平，这不是我们的待客之道。薇薇，你把这杯酒替林经理喝了。我来帮你喝吧。我也不是喝不了。来，干杯！从小就毛毛躁躁的，喝酒还能呛到，也不知道周总怎么忍受得了你。你不知道，薇薇工作起来还是不会让我丢人的。吃吧。林经理，我没想到你的酒量还不错吧？啊，还好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喝不少，现在不行了。没事的时候，以后咱们可以经常聚，经常喝一喝。今天晚上非常尽兴，我希望以后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陈助理呢？啊，在这儿啊。你就住在郑维河对面，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去。老梁，不管你们了啊！老冯，咱们走。走了，走了啊。拜拜，拜拜。林经理，今天不巧我没有开车，要不麻烦你送一趟郑伟吧？没问题啊，郑秘书，我送你回家。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走。喂，我自己回去吧。你喝了这么多酒，不适合开车。我也不爱喝酒，但现在风气就这样，不喝点酒，好像什么事儿都谈不了似的，想着法儿跟各种人打交道，应酬也算我工作的一部分。回国之后，我已经慢慢习惯了。那是林经理您自己的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你想干嘛？我最清楚，他不适合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爱着他是吧？但他不是你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承认，陈孝正有才气，但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安全感，能给你幸福？你相信我，我比你了解他。你了解他，你不过只跟他见了一面而已。就算他真的不能给我幸福，你觉得你可以吗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们之间不是没有试过。你觉得事到如今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吗？我们心里都清楚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时间，也不是伤害，更不是那些藏在黑暗里的过去，而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都走不到一起的命运。放手吧。
你和他都是聪明人，你们把算盘打得太轻了，我不行，所以我现在认输了，应该也不算太晚吧。再见。微微，我只想让你幸福。陪在你身边的人可以不是我，可这个世界凉薄的人实在太多了。你就算找个陌生人，他也不一定给你想要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书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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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房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终于不叫陈助理。神经病！今天饭桌上喝了那么多酒，你到底想做给谁看？装的是我自己，好像没有这么开心了。你别跟我说，你这么晚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散步。你宿舍的分配名单是我给你的，你住的地方离我这儿隔着一条河呢。所以我住在河对面的公寓，离你这么远，都是你安排的。如果我今天不下楼，你就打算一直在这站着？就算你一直在这站着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走那天，那道函数题我解出来，可是你留下那个给我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已经如愿以偿镀金回来，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回到星辰？为什么还要进总公司呢？我衣锦还乡啊，多有成就感啊！这是你想说的吗？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？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人事部问我想进哪个部门，我说只要不是总公司，只要不是经理室工作部就行。现在我从我出国第一天开始，就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资格站在你身边了。
现在离你这么近，每天能够看见你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奢侈。每天下班回来，我就愿意在这个十字路口站着，抬头看看你窗口的灯光，那就是我活着的意义。看见你窗口的灯光，就能证明这些年发生的都不是梦。我该回去。别走，我好冷。街灯一盏盏。书宝，忘掉。哎，薇姐，听说了吗？怎么啦？你说话的语气
特别像一个人啊。丽姐，知道吗？陈助理请假了。我听说啊，他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，喝到胃出血，大半夜自己去医院了。那怎么样？他严重吗？严重吗？周总都给他强制放假了，当然严重了。哎，可怜。我这儿有2份资料，拿去帮我打印一下。哦，好。这有多少烦心事儿啊？睡个觉眉头还皱成这样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胃出血，过来看看你呗。以为你回国之后酒量有多好，竟敢敬我那么大一杯，也不过是纸老虎一个。你要是说风凉话，就先走吧。还板着脸，给你做点吃的。来，哎，饿了吧？啊？哎，啊。师傅，家园大厦这个项目，老冯催了好几次了，把这个文件拿去给陈助理，让他签字确认。啊，我去啊！那是我去吗？别再招惹他，打搅他的生活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就凭你跟我在米兰住了那么久，你竟然没有告诉我你是谁？也凭你个陈助理年纪轻轻就可以在星辰独当一面，我知道你的目标更远大，不可能只会是一个小小秘书。林经理，你别自以为是了。是吗？恐怕曾大小姐也是这么认为的吧？你来吧，你病了。我来吧。陈助理，我给您带来了家园大厦的合同，需要您签一下字。你是以工作的身份来的是吗？当然了。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。我承认，家苑大厦是一个非常值得收购的项目，可现在的价钱太低了。家苑大厦远不值这些钱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在问题查清楚之前，我是不会签字的。您故意让我难做是吗？随你怎么想吧。合同我已经带到了，还请陈助理好好休息。我先走了。
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哎呀，张开，来上班啦？跟谁打招呼呢？老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在这给我装好人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在经理那儿没少说我坏话。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啊！我于洪博是那样人吗？呀，小张你上班了。老于啊，你不是说小张失恋不上班了吗？我是说他失恋了，让大家多关心关心他。哎呀，你一个做老师的，说话表达意思都表达不清楚啊！哎，我就说吧，你没安什么好心。我怎么就没安什么好心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好歹是你老师。是你个头啊！你被开除多久了？还是我老师？我那是辞职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，那老师有跟学生分期付款的吗？那老师有讨债的权利啊！你今儿那10块钱还没给我呢，你都欠我1星期了。于洪博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张开是凭实力说话，不管你按时没按时上班，我都比你卖得多。整天搞鬼！哎，我搞什么鬼了？我搞什么鬼了？我要搞鬼，我是你孙子。你说的啊，这陵园里的上万英魂可都是见证者。乖孙子，你说什么？孙子，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孙子，孙子，孙子，孙子！我抽你！张开，过来一下。经理。经理，这么多不太好吧？那个，我这个月也请了几天假，你给我这么多奖金，我也不好意思拿呀。干脆你就给我底薪加提成算了。您太客气了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开除我？怎么的？张开啊，你怎么的？你1个月全勤就6天，早退13天，迟到20天，还有10天压根就没来。我告诉你，张开，你不就签了一份单子吗？给你2000块钱都算多了。经理，老于他一份单都没签，你少扯那没用的，赶快走。我说经理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走不走？保安！我跟你说，经理，我真没有啊，我相信我。哎，你们怎么能陷入诈局呢？你都被开除了，赶紧走吧！哎，等会儿，经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开除我可以，你也差我2000块钱工资没给我。不好意思，你稍微等我一下哈。什么事儿？经理，您忙吗？张开的事儿吧？经理啊，张开呢，以前是我学生，我比较了解他。这孩子虽然毛病多，可是他比较聪明。你看这个，要是他的事儿呢，就不用说了。不是，经理，刚才我在外面呢，已经批评教育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吗？哎呀，我说过了，要是他的事儿就不用说了，要不然你跟他一起滚蛋。哦，对了，于洪博，还没说你呢。人家张开虽然迟到早退请假旷班，但是人至少卖出去一套。你于洪博干到现在一套都没卖出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再不好好卖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哎，经理，什么叫下一个就是我呀？我是一套没卖出去，可是我努力呀！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那些客户都是潜在客户，我是运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，我先跟他们成为朋友，我请他们吃饭，建立销售与客户之间最基本的信任，这样就可以谈到这个人生归宿的关键性问题。
哦，我把路给你铺好了，您现在来句下个就是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叫卸磨杀驴！行了，少废话，赶快给我滚蛋！滚蛋就滚蛋！我堂堂一个大学老师，我收你这钱，你不用开除我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干了，老子辞职，拿来什么工资？哎，这于洪博，不是你吓死人呢啊！这大白天的，人吓人吓死人，你不知道啊？大白天你怕什么呀？哎，你没有看见鬼？哎，什么呀？你工资，你不用数了，2000块钱一分不少，揣着吧。数啊！正好。哎，于洪博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你还真做对了一件好事啊！行，咱俩好聚好散啊！你在这儿好好工作，再战江湖。哎，不是，张开啊！我辞职了。你被开了？我辞职了。行，这被开就被开呗，还不好意思说。哎，我辞职了。行，别难受，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呢？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走，干嘛呀？庆祝一下啊！这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庆祝一下崭新的明天。啊，也有道理，有道理也行。哎，你请客啊？怎么又我请啊？不是你请客怎么了啊？你是不是发工资了啊？你宴请一下你学生我不行吗？不是，我那个工资，你工资什么呢？我吃的少。走，不是你等等，那个我得说声再见。跟谁再见啊？一直照顾我的兄弟们啊，你等着吧啊。哎，你能看见吗？各位兄弟，后会有期。走吧，你想吃什么？火锅啊！火锅啊，行啊，火锅，但是 AA 啊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苦？我怎么苦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上次别写上次，不是你一天吃，现在这回对。师傅，郑秘书，你上次参与的那个商务大厦的设计，公司非常满意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和陈助理一起完成家苑大厦这个项目。如果做得好，我会考虑把你调进设计组。真的啊？谢谢师傅。哦，谢谢，林副厂长，好久不见呀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正好到沪江来出差，这听说你这癌症又复发了。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我当然应该过来看看你啊。我的事情不劳陈厂长费心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个厂长还有你的一半功劳呢。你如今躺在这里，我当然应该过来关心关心你嘛。我从来没有帮助过你什么，也用不着你来关心我。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另外一个大贵人是谁吧？哎呀，说来也巧，就是你的儿子林静。你说说，你们父子俩还真是我的大恩人，福星啊！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。
哎，走走走走，怎么是胡说八道？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你和邹江韵情不自禁，怎么会被你儿子偷拍了照片呢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就是你的儿子林静亲手拍的照片，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，就是他害得你身败名裂，远走他乡。还是他让你一辈子只能窝在这儿，为你的过去赎罪，很公平。儿子犯的错，老子来承担呐，天经地义呀。出去，滚！哎，老李，别激动，滚，滚出去，滚呐！老李，你滚！病人状态不好，请您离开。快，请您离开。好好休息啊！我走了啊！怎么了？老林，怎么了？情况很危急，已经叫了医生了。老林，老林，哎，先生，这病房不能随便进的，外面等候行吗？哎，先生，那是我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一个人来看病人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好像是说什么7、8年前拍的什么照片。病人现在情绪很激动。哎，这是我租的房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刚搬进来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哎喂，你凭什么把我东西给我扔出来呢？我还没有退租呢。你已经2个月没交房租了，我把你东西扔出来算客气的。喂，
不行，我不能输。你在哪儿？2天不见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？看这口水流的。爸，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一面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罪有应得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两家也不会闹成像今天这样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。对不起。何一，何一，何一，喂，你赶紧把我东西给我送到会仙阁来。等会儿我有事儿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让你送个东西这么麻烦？我要给软软送盆栽。张开，软软是你同学，我就不是你同学了，是不是？你和软软能一样吗？我不管，你赶紧把东西给我送过来。你答应我认我差遣的，你赶紧的。哎，张开，给我买包盐。那是他朋友家，不是他家，应该不会碰到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没带钥匙吗？亲爱的。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个老张！既然咱们见着了，就好掰扯掰扯吧。当年什么当年啊？没有当年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认识我，我不是李维娟。人要脸，树要皮。
我于洪博这一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却要背负这件事情一辈子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？是因为误会，还是你故意这么做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！你告诉我！我背着这座大山，跑过保险，买过墓地，住在拆迁区，亲戚不理解我，朋友们笑话我，没有一个学校敢要我。可是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但我这一辈子都当不成老师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因为你一个谎言，你毁了我一生？你不要乱说话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柜子是不是还需要再……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上次这位是？上次你不是说对那个装修不太满意吗？我就请了一个室内那个设计师。您姓于是吧？你怎么还没搬？啊？不是，昨天晚上我们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是你情我愿的事儿。李维娟，你不会是玩真的？怎么可能啊！我黎维娟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呀？你太自以为是了吧？那就好，我们都是按照规则办事。这么多东西，怎么走？你怎么搬来的？你怎么搬走了？一会儿还有朋友要过来，你在这不太好使。怎么了？看够笑话了没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是说结婚了吗？你现在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以为你还是我老师是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不是以为你知道什么惊天大秘密？是我骗了大家，根本没有人要娶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管我现在过得怎么样，只要我嫁给他，我就一辈子不用担心我的吃穿。我不用像你一样算计生活，不用像你一样低三下四给别人打工，更不用担心我父母的医药费。那你看是他的人还是他的钱？有你，我不要你管，我不要你管，你管，你管！
进来呀！坐，坐呀！来，给我。啊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来，趁热赶紧吃了，饿坏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太舒服。啊，没什么胃口啊。那你就早点休息吧。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哦，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，我去张开那儿睡。张开啊，张开就住在我楼上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你在这儿的。今天晚上就先在这儿凑合凑合，明天我在中间拉个帘儿，他不会知道的。于老师啊，谢谢你。早点休息吧。
爸，我在这儿陪陪你爸啊。我去找趟大夫。来吧，晴儿，爸爸这一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记住，爸爸身后的事情，就像原来跟你嘱咐的那样去做。啊！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一直像个懦夫一样生活，既耽误了江云的一生，也苦了你妈妈一辈子。爸爸错，爸爸不该逼你。记住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都要努力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。知道吗？别生气了，爸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爸爸是没有脸面面对你呀。如果不是因为爸爸，你又何必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躲起来？你也不至于和薇薇分手啊！爸，这不怪你吧？是我的错，是我以为你还在怪我，所以我躲到国外去了，这是我的错。孩子，你和薇薇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爸爸心痛啊！咱们这父子俩，这是白白的耗费时间，浪费了生命啊！爸，你醒醒吧！爸，你醒吧！妈妈虽然一时想不通，但还是同意我把您带到这儿来了。爸，
你可以安息了。爸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一直像个懦夫一样生活。记住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都要努力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。什么？收购案还没有通过？陈助理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这些海归办事效率没这么慢吧？冯总，您的项目我怎敢怠慢呢？只不过现在关于家苑大厦的材料确实略显单薄，里面只介绍了整体面积、所处位置以及将来我们收购以后的相关前景，但是对于资产结构这方面确实写得很模糊。比如之前的开发商是否拿它抵押过贷款，还有我们将……行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今晚啊，我把家苑大厦的钱总约出来一块吃个饭，你也来。到时候呢，一来呢熟悉熟悉嘛，对吧？熟人好办事儿；二来呢，你在酒桌上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呢？方总，恕我直言，在现在收购的节点上，我们约对方的开发商一起吃饭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对吧？你说从公了讲，他卖咱买，公平自愿；从私了讲呢，他是我老朋友了。你到那个时候，尽管的问，有我在场，他不好不跟你说清楚吧？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好，那还麻烦您安排一下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助理，我是周总的秘书。周总已经把家苑大厦的项目交给我和你一起来做，我怎么可能不来呢？你知道今天晚上和谁一起吃饭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是和家苑大厦的老板。那你对家苑大厦这个项目怎么看？印象当中，家苑大厦所处的位置不错，价格也还合理，它的投资前景也相当被看好。如果这个项目真的这么优秀的话，那为什么冯德生3天2头的催促我们的进度？钱总今天晚上还要亲自请我们吃饭。按理说，地产商应该抢破头来抢这个项目才对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家苑大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？那今天钱总和冯德生请你去吃饭，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你签合同的。这顿饭可不好吃。这其实也是个机会，至少能让我们了解家苑大厦到底有什么问题。钱总和冯德生是老狐狸了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所以我要提前和你说好吗？这样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些我留意不到的细节。走吧。陈助理年轻有为，英俊潇洒；郑秘书天生丽质，冰雪聪明。我们星辰可是人才辈出啊！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
钱总，不瞒您说，我们这次来呢，其实是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。陈助理太客气了，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钱总，以嘉苑大厦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您为什么要以这样低的一个价格把它出售呢？你说这刚来就谈公事，酒还没喝好呢，钱总你别介意啊，年轻人。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我最喜欢坦白的年轻人了。陈助理，我一定得跟你喝一杯，我先干为敬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哎，郑秘书，那你不表示表示？钱总，其实啊，我们星辰特别希望能和贵公司合作。刚才确实是陈助理有些鲁莽行事了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要见怪啊。这人家都说闲货的才是真正想买货的人嘛。钱总，要是我们对嘉苑大厦有什么理解的不对的地方，其实真的应该向您多多请教呢。钱总，所以问题的答案是小陈，你也知道，这今年一开春以来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形势都很低迷。其实呢，我们公司是遇到一点困难，资金链出了点问题，急着用钱。要不是这样，嘉苑大厦能开出这个价来吗？自从我放出要出售嘉苑大厦的消息以来，很多公司都来找我谈过，有的出的价比你现在听到这个要高得多。要是我跟你们冯经理关系好，特意给他留着。钱总，仗义真是够朋友。做生意那大家都得讲个情面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吧？哎，说这个干嘛？来喝酒。陈助理，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，那么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答一下呢？您说，嘉苑大厦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签约？钱总，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，我还要回去和周总再商量一下。周总都说了，这个事儿是你全权负责，对吧？你说你又让我配合，我就是把大家都约出来，这个事情到底成还是不成，你到时候可一定要给钱总一个交代。钱总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啊，陈助理一定会认真考虑的。冯经理，之前小妹和您之间有些误会，这杯酒呢，就当小妹给您赔罪了。真的是误会？要是误会的话，喝一杯怎么也行，那怎么也得给我喝3杯啊！当然没问题了。冯经理，那小妹就敬您一满杯，给您赔罪了。哎呀，那我得陪你一下了。哎呀，那小郑以后咱可就没误会了啊！当然没误会了。这秘书真是豪爽，不过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！来，那就跟我喝一个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这杯我敬您。钱总，这杯我敬您。好。
你看这棵雄伟壮观、迎风吐艳的树，意境像不像婺源的那棵大树？不觉得，颜色都不一样。我说的是意境，意境懂不懂？嗯，意境不错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哎，打副本了，快！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小猴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赶快来给本大王巡山啊！林静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去找你。林静，你能不能回我一下呀？你知道吗？白鹿涵死了。林静，我看到一篇特别漂亮的花帖，就和婺源的一样，我拍了照片。怎么发给你看啊？林静，我今天去了游戏公司找你，我想问一下，天下三的团队在哪儿？那你们能不能帮我找到林静？谁是林静？他叫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帮我找找他吧。林静，今天我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人，特别像你。走过他身边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他像你似的揪住我的包，还好他没有，因为他不是你。林静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周杰伦的那首歌，2分10秒的时候那句，其实是荡放的，对不对？我听到了。你现在可以回来了吗？钱总交给我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走了啊！你怎么想？我觉得有问题。他一边说资金出了问题，急需用钱，可是一边他又说有其他的地产公司找他出高价，可是他不愿意卖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了，这里面绝对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交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冯德生吃回扣？回扣是肯定要吃的，不过吃不吃到无损公司的利益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我是觉得嘉苑大厦这个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公司投资，这是个问题。从表面上看，它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、一本万利的项目。可是冯德生和钱总的态度，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的地方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可能刚刚喝太多了，没关系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这个状态去搭车肯定会吐的，而且我家离这儿不远，我就自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陪你。不用了。你是因公喝醉的，我是因公护送你回家，就当是给我个机会，让我看看你喝醉了出次丑还不行吗？
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快点！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你再这样，我下去了。哎，别闹，下坡呢，别闹了啊！你腿到底好点没？差不多快好了吧？哎，上学那次，你是真的脚麻了吗？你还是骗我的？当然是骗你的，也就你这个书呆子最好骗。你说，上学这些年，我是上了你多少当，挨了你多少骗啊？今天走那么远，脚疼吗？还好。我背你吧。上来吧，没多远了。来，别逼我抱你啊！上来啊，上来啊！你是蚂蚁的身材，大象的体重。哎呦！你要重新跟他在一起了吗？跟你没关系。这个人可以不是我，但绝对不能是他。我跟你说过，他给不了你幸福。我以为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都跟你没关系。今天我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放手！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没资格跟我抢他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资格这个问题？放手！我不是你们的物品，你们想抢就可以抢的吗？你们现在终于发现，我没你们想象中过得那么好了，是吗？现在才想起来，想回到我身边，拯救我的孤单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你们以为我一定会喜极而泣，感激你们的出现，当做以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是吗？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的生活中不需要你们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鱼面小飞龙了，我现在只爱我自己。只要你在星辰一天，你就永远欠曾大小姐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你就永远没有资格靠近薇薇。
除非你愿意舍弃现在助理的位置，但你不要忘了，你舍弃现在总裁助理的位置，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舍弃拥有整个星辰集团。陈孝正，你愿意吗？我瞧不起你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徐总不在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呢，先生，不好意思。我就跟他说2句话。对不起，徐总，他不听我的。哎，你是跟他说我不在是吗？嗯，那是你表达不准确，你应该告诉他，我根本就不想见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徐总，我知道开阳建材曾经是嘉苑大厦的建材供应商，现在也是我们星辰集团的合作伙伴。看在现在是合作伙伴的份上，徐总能不能让我看看嘉苑大厦之前的资料？陈校长，你不用跟我打官腔。我呢，知道你是星辰的总裁助理，也知道郁董事长非常看重你，在他们的眼里啊，是国外回来的高材生。但你他妈的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背信弃义、披着义正言辞外衣，骨子里却肮脏不堪的人渣。有一个词儿是怎么形容你来着？哦，凤凰男是吧？不过我怎么看都不像凤凰，倒像是一个插满凤凰羽毛的乌鸦，看着就恶心。徐总，我只不过想看看嘉苑大厦的资料，没有就算了。有，看资料有，当然有。那麻烦徐，但是我不想给你。你真的很想要？求我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一定会给你。除非你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并且道歉，说不定我就会给你了。老同学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幼稚。陈小正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他妈的还不是得过来求我？你不捡起来看一看，说不定有家院的资料呢。陈校长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所遭受的待遇，不及郑微的1/1000。我说过，你给他的伤痛，你让他流过的眼泪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你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对不起。陈校正，我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可以试着打听一下嘉苑大厦的情况。什么办法？我马上就到公司了，一会儿公司见。
徐总，打扰了。什么办法？实地考察，问路寻人。你要去家园大厦？没错，问谁啊？问住在家苑大厦的三姑六婆。三姑六婆？他们只知道左邻右舍，谁家又打孩子了，谁家又有小三儿了，能怎么帮助我们啊？这就是你们男人不懂的。你想想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怎么会有比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更强大的情报网呢？他们连谁家的丈夫有小三这么隐私的问题都能打听到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好啊，那你用你不浪费时间的办法，我就用我浪费时间的办法。陈助理，要是我的态度有什么让你不高兴的，我道歉。哎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啊，我住这儿啊。不可能，这住户商户我全认识，我没见过你啊。什么事啊？这姑娘一直要往里冲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小姐你好，我是家苑大厦的物业经理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确实不住这儿。我今天来这儿是想来看看这儿的房子。怎么？你打算买这里的房子？对啊，这房子不好吗？怎么可能不好？这里地处市中心，周围商业完善，租金便宜，旁边就是学校，多方便啊！但是我听说家苑大厦以前的地产商想要把这儿卖出去，到时候新的地产商可能会把这儿拆掉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小姐真会说笑，这一幢赚钱的大厦，地产商怎么可能说卖就卖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的要卖，谁买那都是赚便宜的事情。业主能拿到新公司的赔偿金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您说的也是哈。小姐，我看你不像来买房的吧？我当然是来买房子的呀。因为我想多看看嘛，毕竟大家赚钱都挺不容易的。今天谢谢你们了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先走了。去忙了。是我。王经理，王经理，您真不能上去，你先让我通报一声行吗？哎，走，王经理，走，王经理。陈助理，我没有打扰你吧？当然没有。可可啊，去给方总倒杯茶。啊，好。方总今天来有何指教啊？还能有什么见教啊？钱总让我问你什么时候能够签合同。那个项目现在在项目部进行审核，我也插不上手啊。你说该沟通也沟通了，该调查也调查了，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您放心，过一段时间应该可以解决的。陈助理，你知道外边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家园大厦这块肥肉啊？要是咱们再犹豫不决的话，有可能就吃不着了。吃不着也比噎死强啊！我得对公司负责。你对公司负责，难道我就对公司不负责任了吗？失去家园大厦这个项目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？到那个时候，你负得了责吗？正是因为我负不了责，所以我才要慎之又慎。谨慎的当然是必须的呀，对吧？哪个收购项目都不是一点问题没有，收购项目嘛，那都要冒一点风险，高风险高收益嘛，这不是资本市场不变的真理。方总，你先别着急，喝杯茶，咱们慢慢聊。行，那今儿就这么着啊。
哎，老钱，你说，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催什么催呀？什么？不能吧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快刀斩乱麻，让他尽快做决定，好吧？